塔克拉玛干沙漠以33万平方公里之浩瀚，成为中国最大沙漠，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这里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干旱缺水，遍地都被黄沙覆盖，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视为生命的禁区，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然而，在这个荒凉的沙漠深处，竟然还藏着一个神秘的原始村落，它就是中国最大的自然村达里亚布依。一群曾被视为野人移民的神秘克里亚人，100年来一直隐居在这死亡之海的海星。身处死亡之海腹地，克里亚人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他们的祖先是谁？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达里亚布依意为大河沿，这条大河就是克里亚河，在维吾尔语中是漂移不定的意思。它发源于昆仑山，自南向北流去，纵贯于田县，沿河形成了一条东西宽10公里、南北长300多公里的绿色长廊。在浇灌于田绿洲后，蜿蜒北进，深入沙漠腹地，竭尽最后之力，在河流尾鱼孕育出小小的达里亚布依绿洲。1895年，沙漠深藏的古老历史和克里亚河书写的古代文明被前来探险的斯文赫定发现。瑞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寻宝，在沙海中找到唐代的丹丹乌里克和汉晋时期的喀拉敦2处遗址后，他翻越沙丘，穿胡杨林，过芦苇丛，意外地发现了这处世外桃源。他在著作《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说，树林中的老居民是真正的隐者，他称这里是通古斯巴兹特，他把这些居民称为半野人。除了中外探险家、考古和科研人员，对外界而言，达里亚布依是个陌生的名字。在其100多公里以外的尼雅古城，汉代精绝国，因出土著名的5星出东方利中国护颈更为世人所知。上世纪90年代，中法联合考古队进行沙漠田野考察，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原沙古城。这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令达里亚布依所守护的克里亚绿洲在考古界一举成名。1982年，一支石油地质勘探队从新疆沙雅县向南，乘坐沙漠越野车走进克里亚河绿洲，车辆发出的巨大声响吓得沙漠放牧人转身就逃。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发现长尾巴野人的消息传出了沙漠，震惊了世界。所谓野人的尾巴，是克里亚人别在腰后的斧头长柄。不用木鞭的克里亚人离不开斧头，他们砍伐胡杨树枝，让羊儿吃树叶，还要劈斩枯死的胡杨，作为烧饭取暖的柴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打开人类文明之谜的钥匙在塔里木盆地，在这里，许多游牧民族演绎着他们逐水草的大迁徙，证明着他们在人类进程中的存在和消失。那么这些自称克里亚人的居民，他们的祖先是谁？他们又从哪里来？如今依旧没有文字记载这个族群的前世来自何方，可是探寻他们的今生，就会发现生活在沙漠秘境的他们与自然已经融为一体。当地人称这条漂移不定的河流为克里亚河，与河相伴的他们自称为克里亚人。关于克里亚人的来源有5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克里亚人为西藏阿里古格王朝后裔。17世纪中叶，古格王国在遭到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多年进攻后，城破国亡。有2支100人小分队翻越昆仑山，沿着克里亚河开荒造田，放牧狩猎。饱受战争之苦的他们选择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并延续至今。另一种说法是，克里亚人原本就是沙漠土著民族。第3种说法最具传奇色彩，克里亚人是2000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楼兰人的一支。第4种说法是，克里亚人为欧罗巴高加索人种。1994年，中法克里亚河联合考古队于原沙古城发现6处墓葬群，其中2座墓葬形式分别为男女单人仰身屈肢葬，1对男性相向合葬，属于较特别的葬式。而墓中干尸大多穿戴粗毛织物，面貌高鼻深目，被认定为欧罗巴高加索人种。第5种说法，克里亚人是当年于田国居民的后裔。今天的于田县，古名于田，是古代西域佛教王国，汉唐时为丝绸之路重镇之一，唐代为安西都护府、
安息4镇之一。自喀拉汗国吞并于田，将其佛教寺庙悉数焚毁，于田人亡命他乡，居住于达里亚布依。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首诗中提及西域36国之一的楼兰，可遥见西域当年的大漠雄浑。透过历史厚厚的帷幕，遥想当年，旋转的虎舞和戴着面纱的楼兰美女惊艳了过往商客的眼睛。佛寺的暮鼓晨钟在大漠上空飘荡，克里亚人守护着克里亚河，在落日的余晖中享受时光的宁静。日出日落，风起沙落，克里亚河年复一年地流淌着，沙漠里的时光仿佛凝固了。纵然外面的世界飞速前行，这里一如既往。逐河而居，与河共生的克里亚人，凭借最贫瘠的生存资料，维持最简单的原始生活。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极端干旱的天气，随时淹没居所的流沙，在外人看来严酷的生存环境，却成就了他们与自然相互交融、最易满足的生活。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他们居住的八子房时，克里亚女人早已下地挖大云去了，男人则放羊拾柴，一天的劳作就这样开始。目所能及的都是黄沙与胡杨，整个世界寂寥而空旷。女人们脸上的神情那么平静，男人们的表情如此豁达。他们把日复一日的清贫生活视同四季的轮回，似乎天生如此。没有互联网、微信、高铁等现代文明，有的只是为了生存而必须劳作的生活。在这里，一切都那么原始简单。没有泥土和石头，克里亚人就用他们的智慧因地制宜修建起了八子房。作为达里亚布依典型的传统民居，房子全部用胡杨、红柳和掺入芦苇的克里亚河淤泥建成，与两汉时期喀拉敦古城木骨泥墙的建造方式无异，都是四方的房子，用完整的一段胡杨树皮做门，粗的胡杨木构建房子框架，细的红柳编成一排墙。房屋的孔隙中能够看繁星满天。由于当地水源匮乏，饮食也极其单调。库买奇是克里亚人最常吃的食物，胡杨木燃成的炭火将黄沙烧得滚烫，拨开炭火与沙子，把和好的面团放置其中，再用沙子掩埋烤制。不久，撩开沙子，金黄色的库买奇散发出麦香，拍打吹擦干净，再用刀分割装盘，就是每天的食物了。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保留了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感情。无论参加什么活动，人们都充满神圣的仪式感，人人穿戴讲究。克里亚人一直沿袭着原始的生活方式，他们朴素的生活哲学和顽强的生命力，令人体会到与世无争的自在和远离喧嚣的恬淡。然而，随着克里亚河间歇断流，荒漠化加剧，克里亚人正在失去他们坚守的家园。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必将成为历史。另一方面，克里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环境中，整个于田县亦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达 19.3%，165个村中有114个深度贫困村。达里亚布依乡自然是扶贫重点。2016年，于田县政府综合研究后决定，对达里亚布依进行异地扶贫搬迁。一年在离原乡约100余公里处建立新村，新搬迁点的房屋整齐坚固且通水通电，比克里亚人原先住的小屋耐用许多。有学校、卫生院、车站、旅游接待中心等基础设施，为迁来的克里亚人尽可能提供生活便利。在那里还有一条90公里长的柏油路通往沙漠之外。2017年，当地的102户396名贫困户告别苦咸水与风沙，搬到新搬迁点。他们将羊和大云托管给亲朋，并在政府帮助下，一些人有组织赴区外或本地就业。每家除每人25平方米的新房外，还增加了20平方米的旅游接待标准间，以便今后达里亚布依发展特种旅游时增收。18年年底，最后的114户443名贫困户搬迁至扶贫安置点。至此，达里亚布依乡完成了整体搬迁，这座400多年的古老村落也终于告别了大漠深处，完成了历史跨越。达里亚布依作为新疆最后的沙漠部落，死亡之海中的孤独传奇，如今旧貌换新颜，克里亚人也迎来了全新的生活，
让我们共同祝福他们未来定会越来越好。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现在还有与世隔绝的族群存在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